大家好啊！昨天小米15周年战略新品发布会，大家看了吗？说实话，我是真的被完全震撼到了。发布会后段的关于预期 SUV 的展示啊，我都没有什么心思去听了，已经被玄界 OE 的上市给完全震惊了。有太多的惊喜，也有很多复杂的心情啊。是的，如果你也一直关注小米的造星，如果从2015年中旬松果澎湃 SE 的第一次流片算起，真的已经10年了，整整10年了。这10年中，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小米造星狼来了、狼要来了的故事。就在昨晚，是的，狼真的终于来了。玄界不仅实现了量产，而且是以性能挤进旗舰芯片第一梯队的水平来到了大家面前，被放在了小米数字旗舰 S Pro 系列上面，并且立刻上市，直接开卖。这确实让我感到非常惊喜且意外，感觉就像小米手上握着一枚威力巨大的核弹头。一边是由于小米汽车3月份的自驾事故、双孔退车等问题啊，在过去几个月，小米一直背负着巨大的公众声讨和极大的负面舆情的压力。同时呢，另一方面，在这个极为敏感且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美第二轮90天的贸易谈判正在如火如荼的拼刺刀阶段呢，小米也承受着10年磨一剑的成果随时有可能功亏一篑的风险。是的，在昨晚，感觉就像是随着雷军这么多年的不甘心、不服输、不认命的一种心情，将玄界这枚核弹就这么给直接抛出来了，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那么今天我们就直奔主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玄界 O1 到底是不是自研芯片呢？小米造星算不算成功呢？随着玄界的发布，小米又面临着哪些暗流涌动的风险与挑战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小米这次继澎湃项目8年之后第二次造星，到底算成功了吗？如果我们用芯片上市量产作为指标，那当然算成功了。有人会说，小米玄界 O1 是公版 IP 盒堆砌的结果， IP 和架构都是小米买的，没有基带，所以玄界缺乏核心技术。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想说啊，这种言论是完全不懂芯片行业啊。所谓使用 ARM 公版 IP，当然是为了实现芯片设计的标准化构建嘛，包括苹果、华为、高通、联发科、三星在不同阶段呢，均采用过 ARM 公版和非公版 IP。使用公版确实是为了更快的实现芯片设计的要求，但是并不意味着通过简单的拼接、堆料、堆砌就能设计出一款符合满足市场需求的手机 SoC。包括麒麟9000S，其实小核也是用的 ARM 公版。应该这么说，从公版到混合，再到完全自主自研 IP， 其实这是一个阶段，需要通过市场的验证进行动态的选择和变化。我往深一步说一款高端手机 SoC 真正的难点，并不是在于使用了什么什么的 IP 核，在什么什么技术上实现了单一性能的突破。手机处理器的研发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问题。我打个比方啊，它其实有点像在微观的尺寸上建造一座超大城市的一个业态规划。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什么是业态这个概念？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平衡与优化的问题，要实现性能、功耗、成本、生态的一个完美的协作，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 CPU、GPU、NPU 等模块的数据吞吐需求是不同的，就需要你有高效、平衡、科学的互联架构。再比如说高通自主设计的 Android GPU， 为了提高游戏渲染和光追性能，其实它的功耗比 ARM 公版 Mini 是要高的，这就需要高效的动态分配策略来管理。包括随着手机端侧大模型的应用，据说玄界 OE 的算力达到了40多 TOPS， 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也需要从架构到算子优化上的一个全站创新。还包括3纳米芯片的设计一次流片的成本就达到了8000万美元以上，3纳米首次流片的成功率一般不超过 30%， 这就需要与晶圆厂非常紧密的合作与完美的执行力等等等等。毫无疑问，芯片设计的核心逻辑绝非简单的堆料，而是基于系统工程的多维度的能力。大家只需要知道一点，高端手机 SoC 的研发从来都是全球半导体行业公认的技术金字塔，全球能够完成全站研发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应该说2只手都数得过来。是这样子的，公版 IP 是起点，真正的技术壁垒是在于如何通过高标准的设计，
释放出 IP 的潜力，这需要每个模块、每个团队对于生态、架构和先进性有着极为深厚的积累和理解。是的，如果你说玄界 OE 是堆砌出来的，是组装出来的，是靠买来的，这确实有点太侮辱人了。接下来，如果你问我，你看不看好玄界上市后的前景呢？我的回答也很直接，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的。从产品上来看呢，玄界 OE 采用的是台积电第2代的 N3E 制程，我对 N3E 还是比较熟悉的，它在能效方面确实是非常优秀的。虽然 OE 仅有190亿个晶体管，但是2+4+2的10核 CPU 主频在 3.9 赫兹，以及16个 GPU 6核的 NPU，DSP 和 SP 也是第3代了，外挂的据说是4纳米的联发科的 T800 基带。虽然雷总在发布会上说玄界 OE 与苹果 A18 芯片打得有来有回，我个人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从一些自媒体提前拿到的媒体机评测来看呢，虽然我们知道大家都懂媒体机嘛，宣传与文案的要求肯定是有一定水分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个人的观感是超预期的，起码可以肯定 OE 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旗舰 T1 级别这样一个水平，包括这是玄界的实际操盘人曾学忠曾总，清华物理学专业背景，是中兴的8大金刚，曾任中兴终端业务的 CEO， 后来在2017年出任了紫光展锐 CEO， 期间参加主导推动了展锐全网通 5G 芯片的研发计划，包括还亲自操盘了紫光展锐在电视芯片、物联网芯片和蓝牙以及射频等多款芯片的布局。应该说，曾学忠就是当下中国最资深的芯片公司掌舵人之一。毫无疑问，这是玄界的成功量产与曾总丰富的行业经验、强大的国际人脉以及精准的技术敏锐度应该说是密不可分的。有人会说，这是玄界 OE 会不会复制过去澎湃 S1 的失败呢？反而我个人觉得，恰恰是因为澎湃 S1 的失败的经验，反而是小米一笔宝贵的一笔财富由于失败，其实相比 OV 小米其实在手机芯片设计这一块呢，反而跌的跟头要更早一些，也跌得更加彻底。就像雷军在微博说的，10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都知道澎湃当年 S1 的失败本身定位就有很多问题，包括研发周期拉得太长了，人员配备极为不合理，以及与晶圆厂的配合度也有问题，对于芯片行业的难度的理解也完全不够等等等等，造成的局面就是小米 5C 一上市就落后，还要强拉着米粉去做小白鼠，自然澎湃 S1 以及后续 S2 的流片失败几乎已无法避免。应该说，做手机芯片和做小芯片的战略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做手机芯片真正的难点不只在于芯片设计本身，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产品、适合的时间、适当的切入点，让用户心甘情愿的去买单、去放量，形成产品研发迭代的正向循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小米是在3纳米上做起手式，也尽量压缩了整个 OE 项目的研发周期，还与高通签订了协议进行安抚，并选择在年中3到5月份这样一个淡季来进行发布，放在了数字版 S Pro 这样一个差异化的高端细分旗舰领域，并且高端平板上也在发力走量。这里面每一步棋，每一个选择，但凡你了解这个行业，你就会感叹，这里面小米是在这10年间不断失败、不断交学费后的一个经验总结这里面都是精细化的考量我看到网上有些观点认为玄界没有基带，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手机 SoC， 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是的，虽然玄界 T1 有 4G 基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说 4G 基带的难度是10分的话，那么 5G 基带的难度可能是90分、95分，甚至更高，需要突破毫米波、多频段兼容、低功耗、通信与运营商的深度适配，有非常非常多的技术壁垒。同时呢，外挂基带大概会增加大概 15% 的芯片面积和功耗，也会增加一部分的采购成本。但是我个人觉得随着近几年手机电池技术的突破，加上通过屏幕和调度优化能够缓解一定的功耗，基带的问题对于终端用户的一个整体的体验我个人觉得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包括苹果早期造手机也有类似的问题嘛，包括收购了英特尔的基带部门，耗费了整整10年，一样在基带上面问题多多，包括最新的旗舰产品还是在使用高通的基带嘛，包括刚刚发布的 iPhone S6e C1 基带，也与主流的基带方案在稳定性在一些极端环境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苹果 C1 主要解决的还是能效的问题。不过呢，长期来看呢，从 AP 到 BP 对于玄界来说是一个渐进突破的过程，先搭载联发科的基带，验证 AP 的性能，再在后续慢慢做专利互换，甚至并购一些有基带能力的公司，这是需要长期规划的。是的，现在已经早上7点多了，我也准备去洗澡、刷牙、吃早饭了。最后我们再快速的和大家简单聊聊我对于玄界 OE 的一些看法。我想从2个方面来阐述。一方面呢，是目前小米在做芯片上的一些优势；另一方面呢，我想阐述的是小米在发布玄界 OE 之后实际的一些风险。首先，我们先说说风险吧。毫无疑问我觉得这是小米包括雷军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布玄界 OE 包括 T1 一定是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的。这个决策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有可能对于小米乃至整个小米集团来说，有着未来10年整个战略发展都会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当然，虽然玄界晶体管的数量是压着 BIS 低于300亿晶体管的一个限制来做的，包括全流程也是全部白名单企业进行的流片封装，但是我们都知道董王的性格嘛，这些商务部的条文细节在谈判中并不是那么重要。应该说任何风吹草动都是有可能让小米再次进入名单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小米15S Pro 要压着大概50万到80万部这样一个量走会比较稳，要尽量的在平板产品上放量，不要急于推出高性能计算领域的任何产品，包括 NPU 的算力 AI 方向上的一些内容也要尽量的弱化宣传。后续可以把 S Pro 系列定义为影像旗舰，或者说是时尚新品，要与骁龙全能型旗舰作为差异化。虽然小米与高通签订了协议，但是长期来看，如何与高通保持健康稳定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微妙的。当然，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我们要意识到玄界芯片短期内要想实现盈利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这也需要小米公司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耐心。当然，还有一个建议如果要真正的解决玄界产能和供应链韧性的问题，小米也需要考虑提前和国产晶圆厂包括供应链进行深入的对接和尝试。上海玄界可以尽量的把周边的小芯片选择国产供应链进行制造。应该说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接下来再简单说说小米的优势吧。一提到小米造芯的优势，大家总是说小米的优势是米粉比较多，产品线比较丰富，造车比较成功等等。但是我个人觉得小米现在最大的优势其实是雷军的年龄雷军现在好像是54岁，正是当打之年我看雷总最近也经常健身，包括身材和气势都保持得非常不错，带领小米再奋斗个10年20年完全不是问题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优势一家科技公司的组织穿透能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于长期战略的连贯性，对于执行策略的执行的一致性，对于干部队伍的忠诚度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见过太多公司都是因为战略问题，内部自己人和自己人干架，结果把整个项目干黄的事情比比皆是如果再说一个优势，我觉得是现在小米米家 IoT 生态确实做得非常好包括现在我家用的就是 Home Assistant DIY 的米家嘛，也经常混迹于国外的 HA 论坛。小米的人车家整个生态，车我不知道但米家的开源生态我是知道的，做的真的非常的棒，老外都在点赞，甚至在海外的热度要比国内还要高。所以在未来呢，小米这些开源开放的生态优势对于未来小米玄界进军海外市场，应该说是一笔非常关键的隐形的宝贵的财富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应该说随着玄界 OE 的发布，一方面呢，小米正处在
一股巨大的潜在的风暴之中。这里面充满着不确定性，充满着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呢，如果这次玄界 O1 真的成功了，那么这也即将意味着中国将会诞生一家全新的真正的科技企业。是的，一家真正的全新的科技企业。玄界将打通人车家一整条小米生态链，完成从终端到汽车，从硬件、软件到数据应用的无缝连接流转，做到苹果都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虽然我不是米粉，但是我希望小米能够成功，我为小米感到骄傲。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